流浪女震惊地发现，一名人民法官的生殖器和脑袋都被打爆了，就这么死在了自己的车里。但警察只找到了枪口，却没有枪。而法医经过解剖发现，法官是先被打中的下面，大量流血，2分钟死亡后，脑袋才被补枪的。并且还有一件事，他被枪杀前几分钟刚发生，上面还有唾液，里面已化验出含有几种化学物质。不料本森一听就明白那是口红的成分，所以可以认为凶手服侍了法官。这种情况就应该先找他妻子聊聊，哪知妻子对法官丈夫彻夜不归早已习惯，因为他经常加班。随后警察就想知道法官在家里是否能得到满足，也就是他在外面有没有别的女人。显然警方的开门见山整的妻子一时接受不了，可还没等他具体回答，警察又怀疑上了他。但女人有昨晚的不在场证明，于是警察又把问题绕了回来，还是想知道法官在外面乱搞人。可没想到妻子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丈夫乱搞，她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而对这个回答，警察根本不信。现在的女人哪还会这么傻？他们猜测妻子之所以不承认，可能是为了维护法官声誉，借此获得公务员档次的体恤金。殊不知不久后法官就会名声不保了。而既然妻子不愿开口，警察则又找上了妇联的主任，因为法官生前非常支持妇女工作，所以俩人想从主任这里打探一些情况。不料主任竟表示自己私下和法官也不太熟，建议先去调查被法官判刑的罪犯。殊不知他的这个建议最终反而害了自己。随后警察就先来到了一名假释犯的家里，不料男人还以为是妻子报的警，于是立马家暴了起来。而遇到这种情况，警察启蒙不管，正好抓了个现行，当场就把家暴男制服了。警察想当然怀疑他是凶手了，可家暴男却谎称不认识法官。但警方手里有他的档案，上面写着家暴男曾在法庭上公然威胁要杀死法官，男人这才老实坦白认识，可却否认杀了他。然而看到男人丝毫没有悔过的迹象，警察很是疑惑他是怎么取得假释的，因为男人在假释听证会上威胁要杀了法官，结果第3天就获释了，这很是不正常。没想到这一下还真问到点上了，男人也没隐瞒，声称是因为给了法官2000多块钱，他要我捐给了某个慈善组织，否则后果自负。对此警察根本不信，法官都死了还要诬陷，你还是继续进去待着吧。可谁知就在这时，调查又有了新进展。法官的通话记录显示，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妇联主任的。警察这才意识到主任说谎了，这表明法官和他很熟悉，要不怎么会把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他？而由此推论，家暴男可能说的是实话，法官和妇联主任之间有事。然而妇联主任却借口每天都接好多电话，根本不记得具体谁打过。不过现在你们一提，我倒是想起来了，哪知这次警察是有备而来，明言我们已查明你的职位就是法官推荐的，以前你曾卖淫还嗑药，这不由得让人怀疑，既然法官给了你一个新的开始，那他从你身上会得到什么好处？ Sexual favors? 不料主任坦白是政治交易，就是拿起电话让真正改过自新的人出狱，好让那个人能够养家活口。说得好听，不就是受贿放人吗？然后警察据此就收走了法官所有的财务记录和记事簿，果然发现有数十笔捐给妇联的钱都与法官审的案子有关，而捐款都是来自被法官判决入狱犯人的女友和太太。然后这些犯人就都被放了。随后警察就又来找了妇联主任，既然事已至此了，主任也就坦白了法官的受贿详情。 Judge Varela would get donations out of his parolee. They'd beaten and raped women. He convinced them that if they gave money to the women's shelter, that it'd help their image. And you return these donations and bribes for the parole board. That it? When the judge would call me and say yes or no on a certain parole vote, they were in his pocket. So what was in it for Judge Varela? Sex. They were on the take. They didn't care about those women on their knees. 原来法官背地里竟是如此龌龊，而被法官欺负过的女人也证实了这一点。Pig made me go down while I'm pregnant. The judge told you if you had sex with him, he'd let Terrell out? 当然是这样了，谁知警察立马认定女人有杀人嫌疑了。不料女人有那晚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这次警察完全怀疑错了人。虽然警方已把嫌犯锁定在那些被迫为法官提供服务的女性身上，可至今也拿不准哪个才是。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找到了那个发现尸体的流浪女。没想到她果然看到那晚的过程了，称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女人从车里出来，这就大大缩小范围了。再结合法官最后一个谈交易的罪犯，他的妻子吉娜是空姐，正好穿的就是蓝色制服，因此警方把嫌疑锁定在了她身上。可当警察说明来意后，吉娜竟否认和法官相熟，表示只是泛泛之交。殊不知警方早就掌握了他俩的通话记录，眼见被拆穿，吉娜只能连忙邀警察去外面谈，毕竟这种事不能当着女儿的面说。而出于职业习惯，出门前他还抹了口红，结果警察一看，这不就是证据吗？随后在警方要比对 DNA 和口红的威胁下，吉娜坦白了一切，却不料结果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So when he said, meet me at the pier, It meant that the parole board was about to vote on my husband, and I had to pay my annual dues. cash, or On my knees. So I did. But then he starts saying, actually, Gina, I have to end this. I can't jeopardize my position. I kept my part of the deal. I needed him to make that phone call. And he did.
chit chat about the weather, yada yada. Then he says, "Oh, the Roger Silver case, wife's request denied."而鉴于法官收了好处不办事，所以吉娜拔出了法官的枪，解决了他。可警察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就是吉娜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弄回一个家暴的丈夫。不料一听这话，吉娜瞬间瞪大了眼，这才意识到原来警方搞错了。Oh my God. I didn't have sex with the judge to get my husband out. I did it to keep him in. 原来竟是这样，没想到吉娜这么苦命。随后大队长查阅了吉娜被家暴案，加上死的法官又是个不良人，竟对他大为同情。接着大队长做了一个大胆决定，他将法官以新换假释的全部案件都直接交给了总检察长，因为这样可以保住吉娜一命。果然总检察长得知经过后很高兴，他可以凭借这些丑闻攻击政敌。当然他需要吉娜调出所有受贿者，而交换条件就是他豁免被指控。随后大队长将对吉娜的处理告诉了本森俩人，不料俩人竟异常气愤，忍不住质问吉娜可是杀人犯啊，司法怎能这么被操纵？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大队长也只是频频点头，他也不敢承认啥，只好拿着是上面的命令来压住了俩人。俩人也只好忍气吞声，一切以服从命令为准。就这样，吉娜帮助警方调出了假释委员会的所有受贿人员，她获得了最终自由。而丈夫被放出来后，也因为劫持吉娜，反被警察打死了。至此，吉娜最后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一切都是这么皆大欢喜。